啊，起来了啊！桌子上的点心你们吃好了。好。阿拉刚刚因为外边那个平江路上已经去兜过一圈了。哎，对，数特去数了一圈。昨天觉睡得怎么样啦？困了可以不啦？还可以。妈妈不还可以，比前两趟困了好。反正艾拉还在上面打扮，等她打扮好了以后，阿拉等于去吃早饭啊。拿去点点鸡。好呀。大家好，上集中我们带全家来苏州玩。不过说起来，作为上海的姐妹城市，家人们对苏州都不陌生，所以计划中没有安排刷景点，就想带着老人来尝尝苏州的美食小吃，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，同时也给女儿看看这座被《红楼梦》描写为红尘里一二等富贵的苏州城，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历史。要说这次游玩最意外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江路遇到的美丽房东以及他家祖传的老宅了。虽然出门住惯了民宿，但是像这么漂亮有特色的江南古典民居还是第一次体会。整个下午我们都因为有雨待在老宅里，放慢脚步感受苏州人的慢生活。到了晚上，大家去逛平江路，听了一场苏州评弹，随着苏州女子吴侬软语的唱词响起，这一刻我们是真的爱上了苏州这座古城。第二天早上，趁着家人还没起床，我和老公打算再出去走走，想把昨天因为下雨没逛成的平江路街区再稍微的看一下。从这里开始就进入平江路了。昨晚上因为晚了，我们也看得不是很真切的啊。这个好安静啊。游客少的时候，这个感觉会很舒服。如果大家想体会一下这条老街上安静的那种味道，建议大家不要睡懒觉，早早的出来逛一下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好，这打扫卫生了。哎，这不就我们昨天来吃饭的地方吗？松鹤楼。大儒中心小学，你看这学校的名字也起得很有书香气啊！老师来上课了。上集中提到过，平江路的古迹区整体风貌和1000年前没有太大的改变。可以的话，清晨时分来感受下老苏州的生活气息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而且苏州是明清时代文人雅士最喜欢退休隐居的城市之一。红军故居，清朝的状元哎，老公。悬桥巷方宅，清末著名西医。探花府，潘祖英故居。如果提前做些功课，在平江路的附近可以找到不少有故事的老宅。不过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估计家人已经起来，我们打算先回去带他们去吃早饭。来，门锁上，我们先去吃早饭。好，他们呢在我们前面等我们了。哎呦，他们已经急了，肚子饿啦。老妈，今朝阿拉去吃馄饨，好吧？好吧，吃菜肉的。吃了米肉了。他们都没好吃。江南的天气就这样，我们刚才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阴蒙蒙的，一会儿太阳出来了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有安排呢，想去苏州的新城看一看。不过呢，早饭我就打算在那个平江路周围吃一点东西了，以后我们再过去。对，这条等于是平江路保护区的外围，灵顿路。那我们现在吃的地方就是这一家绿杨馄饨店。快点来吧，吃吧，吃馄饨去了。我们在附近找了家当地人吃早点的馄饨店，看价目表上的点心品种和上海真的是一样。京城逛了一大圈，也确实是饿了，就各种味道都叫了一遍。还是有票子的啊。是3甜2咸。这是芝麻的，好大的汤圆。来，艾拉拿吧。小我的最好。还钱。多的你现在是啥型啊？菜牛啊。菜牛的。西个。菜肉的。西汤菜肉馄饨。这个是我的虾仁。虾王的虾肉馄饨。到哪里打吧忙虾？这个要对得起这个名字的呀，对吧？新鲜的来了。最后一碗来了。快
点小碗，大家分着吃嘛。好的。各种味道尝一下。有虾肉。爷爷帮我们分一下鸡汤泡泡小馄饨。你看上去像一个个泡泡呀，你看对吧？泡泡，吃个空气的。小泡泡里面没什么东西。哇，好糯！真的很糯，这个汤圆，又大又糯了。超级香。我这个汤包，这个给你。大的小笼包。有汤吗？有。哇，这么多汤！有。哇，这么大一块肉。这个是咸汤团，后面有个小尾巴。它为了和甜的区分一下呀。也是红肉啊，也是放了酱油。也是放酱油的呀。哇，里边也有一包汤哦。喜欢吃肉的人开心了，有一大包汤哦。汤看得到吗？看到。早上吃一点素的很舒服。苏州的早点很多的，其实，但是我们家呢还是觉得呢，早上吃一点汤汤水水、热乎乎的东西特别舒服。舒服哎。而且大馄饨很符合我们家的胃口。平时我们没事的话，家里面也喜欢包点馄饨早饭啊。绿杨家做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江南早点，鸡汤底的大馄饨和汤圆味道都蛮好。苏式小笼会比上海的个头大一点，也会偏甜一些，不过这味道我还挺接受的。总体来说，店里的食物价格实惠，早饭在这儿解决还不错。都吃好了，就差最后一口了。我们厉害了，我以为我点的太多了，没想到这么多盘子也都光盘了。啊，都吃掉了。吃得饱饱的了。好，走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拿行李了，然后顺道呢，前面有一个状元博物馆，正好也路过，就过去看一下，好吧，老婆？好的，状元博物馆。让女儿站仙气。听到吗？沾仙气啊！很安静哦，纽家巷潘世恩宅苏州状元博物馆。哎呦，这蛮赞的！你看，状元及第，乾隆58年，殿试1甲1名潘世恩。虽然来去匆匆，但我觉得离开平江路之前，至少应该来潘世恩的故居，现在的苏州状元博物馆看看。这也是一处免费开放的苏州名人故居。它这里其实就是潘世恩状元的一个故居，改造成了博物馆。哇，这里可以进吗？应该可以哦，没有拦起来。这就是他们家呀！来了，你过来看一看。苏州吴县有户世代书香门第的潘家，长子潘世恩少年聪慧，24岁就中了状元，之后一路官运亨通。他做过4朝的元老，一直活到85岁才寿终正寝，被称为大清朝运气最好的宰相。那你们看呀，这个潘世恩家里边不得了，天下无第二啊！出了2个探花，很多进士，还出了1位状元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哎，对，一枝连秀哦，很多人都很厉害。这个匾也是。60大岁的时候，道光皇帝写。道光皇帝亲自给他写的，这个也是正品啊。潘家一脉出了1位状元，8位进士，16位举人。我们早上去的探花府也是潘世恩的孙子，咸丰年间的探花潘祖英的故居。其实不但是潘家，作为后来江南经济文化中心的苏州，自古就是座重视教育、文风盛行的城市。人们只知苏州园林甲天下，其实苏州的状元也是甲冠天下。中国历代科举考试中，苏州状元的人数是最多的。你看他这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说苏州状元多，而且一家都能够出几个状元。祖父是状元，孙子也是状元，还有叔侄状元，叔叔是状元，侄子也是状元。这个还有意思，2亲家之间是2位状元。那中国一共只有多少状元？700多个状元。一个小小的苏州城就有50个状元，根本是属于要学习的，是需要互相影响、有动力的。
阿拉艾拉多看看啊。虽然阿拉艾拉已经是读大学了，但是学无止境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，对吧，老总啊？阿姨，里边可以参观吗？还可以的是吧？哦，然后我们进来啊，看看。考试的试卷呢？啊，考试的试卷，这个真难得看到。这是殿试的卷，是皇帝出的卷子。殿试举人李家驹，这就等于说皇帝出了一个考题，花了8个小时当时写出来的殿试的文章。首先字是肯定很工整的，怎么像印刷的一样的？他是考中了进士了。他因为是第2甲第3名，第1甲第3名的话就是那个探花。哦，那也还可以，那就等于第6名了。对。小状元呢，这么多人挂牌子呢，都是祈福学业有成的。UCL。UCL 考上 UCL， 想要出国考名校的。那考上清华北大。哇。这个也是状元，真的啊！能考上清华北大嘛，也等于是现代状元了。对。苏州是一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，即使是现在，老城区内依然卧虎藏龙。比如昨天，虽然我们整个下午都没有出去，但和房东聊天时，我发现其实他家隔壁就住着一位文化传人。我们今天很幸运啊，隔壁住的非遗文化的传承人，对吧？房东带我们过去看一下，这个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进的，是吧？哦，就在这儿。你好，谢谢啊。哦，您好，打扰了。太厉害了！对你根本看不出来，它是用线绣出来的。是的呀，我就说很运气啊！如果不是我们的房东是家做邻居的，我们这边都是接待一些我们自己的朋友啊什么的啊，对，肯定的，所以我打扰了，等于是。没事。卢建英出生于苏绣之乡镇湖，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，苏绣的非遗传承人，专攻仿古画绣。像我这个呢，是属于苏绣的精细绣，也叫细平绣。其实像这个已经是做到细平绣当中的一个极致了。极致，真的是从丝线的一个细度来说，已经是很精细，已经是不能再细了。您眼力要很好啊，眼睛一定要好。就是人物的神态的话也是绣的嘛，这个全都是绣，全都是一针一线、一针一针绣出来的。因为我和我老公以前也学过一些绘画的，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最难的应该就是人物的神态、表情最难。对，是这个像与不像，它其实稍微差一点点，一丝的不是，它就马上不好看的。你看栩栩如生啊，这个脸都绣的，而且每一个人脸的神态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样一幅画，老师大概要绣多久啊？这一幅是因为是满绣嘛，我们就是一个家族7个人5年，一个家族7个人5年，这个就是匠人啊，绣不出来的，时间很耗时，真的就不计时间。哦，这个大概就双面绣了呢。这是双面的，就是比普通的呢稍微好一点，但是达不到艺术收藏品的。它这个级别达不到的。我们这些外行人看看已经很好了。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有人物典故的故事的吧？这个是清代的，这个任伯年的。是他的画，然后把它翻成那个绣。对。其实我们刺绣就是用画家的蓝本来做底稿，然后我们用刺绣的语言来去解释一幅画。是这样子。那老师，那个线大概多细？有10样吗？线呢，就是像我们这个有16分之一、32分之一、64分之一，就是指普通的丝线就是一根丝线可以劈，你自己去剖的像我这样子，我算下来90分之一是做到极细了，就是跟头发差不多啊。其实用到一点点，用的也不多的，没有头发粗的头发还要细，比头发还要细，比头发细的。苏州所在的太湖流域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。据说明清时代皇家御用的丝织品，大部分都来源于苏州织造署。苏绣作为中国4大名绣之一，讲求精细典雅、华而不俗。只是从视频中没有办法体会到针法的韵味和丝线特有的质感。成品，这是成品。成品。哇，这猫栩栩如生啊，太美了。这幅是双面绣，金鱼，2面绣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它是对称的。
对呀，它带有光泽就带有立体感了。针法呀都要算好，要把这个线要把它藏掉的呀，对吧？这个呢，老师说了，就要有3个人。你看说有3个人吗？这个我看出来了，一张侧脸，右边又是一张侧脸，中间是一个全脸，对，正面脸，对，所以有3个人。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团和气，对，真的叫这幅画的名字叫一团和气。对啊，老师说的一团和气。这是照片，是异色的。我这面是黄的，反面是白的。哦，一张底料上完成。反面白的。哦，真的，反面是一个白猫，同样的姿态反过来的。哎，那你看呀，这个猫看上去没什么感觉的，丝线是带有光泽的，马上就不一样，活了。这种做好都是在卖吗？我们都是朋友订货的呀。像这样一个。这一个是2万多，是一个台湾的一个，也是一个路过的，变成好朋友了。现在，他说要收藏我几幅刺绣啊什么的。但是我这个呢不能着急的，着急嘛也做不出来，要我自己做嘛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哦，绣到一半的，基本上好了。对，这是画和绣结合的。画绣结合，画绣结合。因为我觉得全都绣嘛，有时候这个工太大，工大过后呢，这个成本太大了。那您先生可能也是，他是能篆刻，然后还有装裱，对绘画、古画鉴赏还蛮厉害的。苏州出才子，这种小家小巷里面这种苏州确实是一处风雅之地，在古城区的深窄小巷内，至今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诗情画意。所以说，虽然昨天下了一场雨，不过也为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。跟你老婆说声啊。好的好，再见房东啊，后会有期。第2天中午，告别了热情的老板娘，我们离开了民宿。虽然因为去了趟状元博物馆，耽误了一上午，不过在回上海之前，我们还是想去苏州的新城区看看。好，我们这就出来了，住的还蛮开心的。先到停车场去取一下车吧。这里是房子旁边的那个停车场。有你了，太阳出来有你了。我们昨天就住在这里呀，就住里面，对吧？在这里来再多住几天就熟悉了。老城其实不大的。对。第一次来的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：人杰地灵的苏州 GDP 排在中国的第6位，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的第2，仅次于上海。这样一座富裕的城市，为什么市中心几乎看不到一栋高楼？其实苏州把古城区保护得很好，政府对建筑的外观和高度都有严格的规定，而古城区只占了现在苏州市的一小部分。苏州还包括了出产阳澄湖大闸蟹的象城区，太湖沿岸风景秀丽的虎丘吴中区，还有鱼米之乡的吴江区，东面的苏州工业园区，以及代为托管的昆山、太厂、常熟和张家港。而我们回上海之前，就打算顺道去看看听说建设的最成熟的苏州工业园区。我们现在下面就是外城河过了这座厦门桥的话，就出姑苏老城区了。出城了。出城了。你看呀，一直往这条那个赣江路开的话，前面就新城了呢。苏州工业园区。你看呀，这里的房子就可以造得高一点了呢。是呢。我已经看到了，你看到那个吗？那你看前面就是苏州的标志性建筑，我还就叫那个大裤衩，我记得特别牢，叫什么来着？我看一看啊。这里都是高房子了，现代了啊！现代城市了。大道的名字也是现代的，听到吧？现代大道。越过姑苏古城的厦门桥，对面不远处就是工业园了。感觉我们就像是从古典的苏州穿越回了现代。我们看到了，就是这个房子，东方之门。你别叫习惯了，叫习惯了叫不回来了。你们慢慢看，慢慢看，出来了。妈，快出来了吧？就是这样一栋楼呀。
来了这么多次苏州，还是第一次踏进园区。苏州工业园是1994年中新两国政府共同合作的大项目，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合作的园区。当时希望把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管理经验带来苏州，在这里也建设一座花园城市。因为是整体布局后再统一开发，我们觉得环境非常好。呀，真漂亮！我们等于是沿着金鸡湖兜一圈了。给你们看看。哦，好的。多漂亮！左边呢，你看有这么多的高层的公寓房，右边这里直接就望得到金鸡湖了。这个是真正的湖景房哎。苏州工业园虽然是中国最强的几大工业园区，不过其实厂区都在外围。园区的核心位置金鸡湖是一处美丽的天然湖泊，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内湖泊。心情舒畅，哎，对呀，哎，这不就东方之门吗？对，看得很清楚的，很多欣赏哎，是吧？哎，那是那么老妈，这个水是流到哪里去的？流到哪里去了？我不要讲错，我回去再查一查。这个水是流到吴淞江的，一直流到我们上海去的。是吧？你可以顺着水流回家了。真的？我可以摇一部小木船，摇进上海的家去了。我不管，水很清的。金鸡湖在春秋时就形成了，这里20几年前还是一处淡水渔场，周围只有荒滩和稻田，现在已是国家5A 级的旅游胜地，沿湖一圈都是商务、文化、娱乐设施，周围规划得很好，绿化环境也漂亮。这一片的公寓住宅区是苏州房价最高的地方。据说金鸡湖的夜景很美，不过今天时间有限，我只能陪女儿来逛逛这家诚品书店。对于这一次的苏州行，她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只希望来看看这儿。作为台湾文化地标的诚品书店，当年调查后发现，苏州的人均购书量是全国第1位的，所以把大陆的第1家店开在了金鸡湖畔。说实话，书店的气氛确实很好，下次一定要抽个时间，把湖边所有的店都好好的逛一下。苏州是座特别的城市，虽然富裕，但相比上海，生活节奏还是要慢了许多。你既能在古城内梦回江南，体验老苏州的慢生活，也能在新城区感受现代化的生活品质。所以我对网上的一句评价记忆犹新，他说，苏州是富有的城市里最宜居的，也是宜居的城市里最富有的。